痴情男友到野外开车不慎触怒神灵，结果惨遭报复，死状十分惨烈。据说80%的人都没看过这部电影，比最近火爆全网同名女鬼还要可怕。一经上映就被广大影迷推上英语恐怖片榜首。友情提示：本片全程高能，赶紧艾特上好友一起报名。电影开始，几个闲得蛋疼的大学生来到一个偏远而神秘的村庄，乘坐摩托车经过一座古桥，穿过一片原始丛林。这里到处弥漫着恐怖的气息，甚至有些不干净的东西在暗中注视着他们。而他们冒险来这里的目的，就是为了完成一项课外活动，帮村民解决饮水问题。随后，村长将他们带到一个干涸的水池，这里曾是舞者沐浴的地方。后来，舞者消失后，就成了村子的水源地。最近几年水越来越少，就彻底干涸了。村民取水要到很远的地方，阿友想都没想，立马答应下来，说他们很快就会制定一个计划，将水源引到这里。这时努尔正在闲逛时，突然被一旁的祭品深深吸引，下一秒就感觉身体有种沉甸甸的感觉，殊不知有双眼睛正在黑暗中注视着自己，暗示着不好的事情即将发生。经过上次考察后，阿友找来几位同学一起完成任务。由于来的有些突然，村长只好将他们安排到村民家里暂时住下，等大房子收拾好后再搬过去。晚上，翠花表示，在来的路上，她听到了佳美兰的声音，好像正在进行着某种传统仪式，可其他人却说自己什么也没听到，还指责翠花不要疑神疑鬼。晚上，翠花躺在床上辗转难眠，这时诡异的音乐再次响起，好像有什么东西闯进了房间。翠花被吓得瑟瑟发抖，不敢出声。下一秒，一个诡异的老太太出现在床前。第二天，村长还向他们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项，希望他们遵守规矩，不要越界。神龛前摆放的贡品是他们祭奠神灵的一种方式，用黑布遮盖的目的都是去世时不满10岁的儿童。最重要的是，他们绝对不能越过神龛进入那片树林，因为那里住着其他生灵，不再是他们的地盘。一旦沾染上污秽，他的灵魂会被永远封印在里面。入住一段时间后，翠花发现这里到处散发着一股邪气，而且村子里住的全是孤寡老人，没见过任何一个年轻人。这天，两人一起到小木屋洗澡时，努尔刚走进浴室，一只红眼怪突然出现在身后，努尔被吓坏了，拼命向翠花求救。可翠花听到的却是佳美兰的音乐。努尔瘫坐在地，不断祈求神灵的保护，随手抓起一块石头扔了出去。可当他走出浴室后，并没有将此事告诉给同伴。结果翠花刚洗到一半，一位性感妖娆的舞者突然出现在眼前。晚上，努尔将这件事告诉给村长。这时，一旁的长老看到努尔印堂发黑，直接递给他一杯秘制咖啡。得知努尔喝出甜味后，长老立刻跑到野外开坛做法。原来那种咖啡是献给恶灵的东西，一旦喝出甜味，说明他已经被对方标记。在浴室看到的舞者就是统治这里的恶灵。他们之所以找到努尔，是因为他给村子带来了某种东西。可努尔并不知道他到底带来了什么。就当长老一脸疑惑时，那个神秘的老太太突然出现在努尔背后。长老反问道：“你是在庇护他吗？”下一秒，无头鸡突然飞进树林。那只红眼怪兽再次出现。翠花这边因为闹鬼事件无法入睡，突然感觉床边有人经过。当她来到院子寻找时，竟看到努尔一脸呆滞的在院子里翩翩起舞。可刚从外面返回的努尔看到的竟是另一种景象。直到小帅出现，才将他带回了现实。第二天，长老将3人叫到一起，为他们每人准备了一杯秘制咖啡。最后，只有翠花喝出了甜味。长老得知他被恶灵选中后，将一块黏糊糊的东西贴在翠花的脑门上，并表示这样可以抵挡恶灵的侵犯。这时，安东告诉努尔，他每天晚上都会从比玛的房间听到女人的呻吟声。努尔知道比玛和自己一样都是基督信徒，不相信他会干出那种事儿。可两人带着好奇进屋查看后，竟在床下发现一些贡品和一张美女的照片。就当在两人疑惑时，一旁的柜子突然发出声响，下一秒，一条青蛇从里面爬了出来。镜头一转，村长重新为他们安排了一间大房子，3男3女终于住到了一起。没想到当晚诡异的事情再次发生。晚上，翠花正在客厅工作，突然听到比玛的房间传来女人的呻吟声。就在她准备上前查看时，却被好友拦了下来。紧接着，原本在卧室祈祷的努尔却突然出现在另一个房间。翠花被接连发生的怪事吓得胆颤心惊，朋友见状赶紧上前安慰。没想到下一秒，翠花直接从嘴里拽出一缕头发，众人直接被吓瘫在地，怀疑她被人下了邪术。第二天，翠花和小帅去镇上采购食材，卖货大哥得知他们住在舞蹈村后，立马变得紧张起来，劝他们回去时一定要不断祈祷，无论看到什么都不要理会。没想到刚走到半路，摩托车突然熄火。就当两人焦急时，一位白发老人突然出现在眼前，不仅答应帮他们修好摩托车，还邀请他们参加村里的派对。这里不仅有热歌热舞，还有丰富的美食。小帅被眼前的景象迷得神魂颠倒，而他正是翠花那天洗澡时遇到的诡异舞女。翠花感到一阵后背发凉，劝小帅赶紧离开。临走时，小帅还不忘带走一些食物。就当小帅启动摩托时，所有人突然变得神情呆滞，目送着两人离开，暗示着恐怖的事情即将发生。可回到住所后，小帅从派对带回的食物竟变成一个带血的猴头。没想到那名舞女很快就追了过来，直接附在翠花身上，来到努尔面前，警告他不要多管闲事。虽然我尊重你身后的人，可你非要插手的话，我一样不会放过你。说完，向他身后的女巫深深鞠了一躬，便转身离开了。
比马这边也被邪灵折磨得彻底崩溃，晚上便向努尔交代出他这段时间所犯下的罪行。原来比马这段时间一直独来独往，早就偷偷闯入了那片禁地。努尔发现后便偷偷跟了上去，正好撞见他和阿尤在小木屋里打扑克。因为他和努尔一样都是基督教的信徒，婚前和别人发生关系属于大忌。努尔将两人批评一顿后，以为安东之前听到的呻吟声都是阿尤发出来的，没想到阿尤一脸委屈地说道：“他们一直都是在小木屋里乱搞，根本没去过比马的房间。”这时比马突然恍然大悟，说那其实都是达乌的诱惑，他每天晚上都会来纠缠自己。前几天他做了一个特别真实的梦，翠花被一群蟒蛇缠住无法行动，一个叫达乌的舞女表示这是被古老的仪式给困住了，唯一破解诅咒的办法就是去加美兰大厅旁边的小木屋取回一个手镯交给翠花。除此之外，他每天晚上都要和达乌打扑克，只要把他照顾好就能得到想要的一切。为了帮翠花摆脱困境，他冒险取回了那个手镯，但他并没有直接交给翠花，而是让阿尤帮忙代交，结果却被阿尤给弄丢了。为此两人还大吵了一架。这时努尔表示，之前他也梦到过翠花被蟒蛇纠缠，怀疑这是某种不祥的征兆。第二天翠花找同伴一起工作时，发现所有人都突然消失，只在房间内看到正在祈祷的努尔。当他上前打招呼时，却被对方一把抓住。希望大家看这段时千万不要笑出声，尊重一下努尔的演技。第二天，努尔醒来后，无意间在翠花的背包里发现了那个手镯，同时还在阿尤包里发现一条绿色披肩。为了弄清这些东西的来源，他马上找到阿尤。在努尔的威逼利诱下，他终于说出了实情。那天比马让他把手镯交给翠花，但他并没有照做。没想到刚进入屋子就撞见了达乌。达乌用绿色披肩作为交换，让他把手镯还给翠花。有了这条披肩，他就可以得到比马。在欲望的驱使下，他果断答应了下来。努尔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希望他们马上停工，明天一早就离开这里。可眼看着项目马上就要完成，现在离开的话将会前功尽弃。努尔直言道，如果不走的话，所有人都会死。晚上所有人睡着后，比马又偷偷跑进了那片禁地。翠花发现后一路跟了上去，穿过加美兰大厅来到了小木屋前，从门缝向里望去，竟看到恐怖的一幕。下一秒，达乌现出真身，在比马身边不断缠绵，水池周围还布满了大大小小的蟒蛇。翠花害怕的想要逃跑，一转身却撞见了白发老头和那些村民。镜头一转，翠花被带到安卡拉大厅，达乌从身后缓缓走来，准备完成一场古老的献祭仪式，不断蛊惑他永远留下来，还告诉翠花他就是自己一直在找的新的达乌。翠花听后害怕的想要逃跑，结果却被那些村民拦了下来。这时努尔突然从梦中惊醒，发现阿尤面目狰狞的在床上不停的抽搐，原来他的灵魂早就被带到了安卡拉大厅，在达乌的蛊惑下成了一名舞者。随着欢快的音乐响起，所有人开始在房间内进行狂欢。努尔这边喊来村长帮忙，让村民一起寻找失踪的比马和翠花。长老看到手镯和那条绿色披肩后，向努尔解释道，这两样都是舞者的东西，她是这个村子的女神。达乌并不是她的名字，而是对舞者的一种称呼，她的真名叫跳舞布拉西。手镯只能戴在她选中的达乌手上，绿色披肩可以迷惑她想迷惑的任何人。现在阿尤已经成了她选中的达乌。说完，长老走进房间，幻化成一条黑狗冲进了树林，直接跑到安卡拉大厅救出了翠花。村民虽然在小木屋找到了比马的肉身，但他被蛊惑后也自愿献出了灵魂。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祈祷对方能够放了他们。翠花看到面目狰狞的两人，伤心欲绝。逃跑时，阿尤的灵魂就站在自己眼前，但他却无法带他一起离开。随后，长老又递给他一杯咖啡，翠花尝到苦涩的味道，立马吐了出来，说明他身上的污秽已被彻底清除。这时，长老又解释道，他在水池看到的那些蛇都是比马和跳舞布拉西的后代。阿尤变成了新的达乌后，只能在这片土地上一直跳舞，这也是他们在木屋打扑克所造成的后果。离开前，村长表示，很久以前这个村子就已经被邪灵诅咒，只有献祭女儿才能让村子免遭厄运。那些用黑布遮盖的墓碑都是被献祭的孩童。加美兰大厅就是专门给恶灵搭建的舞台。得知真相后，所有人带着满脸悲伤离开了这个充满诅咒的村庄。3个月后，阿尤和比马也终于撒手人寰。努尔和翠花将这次遭遇也完整的记录了下来。电影最后，努尔找到一位长老，问他在暗中保护自己的到底是何方神圣。原来他叫多克奶奶。
一直跟在努尔的身边。当你感觉肩膀沉甸甸的时候，说明多克奶奶正在驱赶那些试图侵扰你的邪祟。